你敢信吗？你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搜出的所谓客观中立的 AI 答案，其实早就被人为洗牌重构了。就在最近，新加坡本地的传媒巨头新报业媒体 SPH 和全球科技霸主谷歌搞出了一个震动业界的大动作。表面上看，这好像只是本地传统媒体在流量见顶的时代，去抱紧硅谷科技巨头的大腿，签个合作备忘录，弄点资金补贴。但如果你只看到了这一层，那你的职业敏感度就太低了。这背后的残酷真相其实是，如果你不懂当前 AI 搜索底层机制的巨变，每天在 CBD 疯狂加班，拼命卷效率的你，正被一套全新的算法逻辑悄悄抛弃。请注意，这绝对不是什么新闻传媒界内部的自救游戏，而是一场针对全岛打工人和企业的深度信息大洗牌，是一次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今天，我将深度揭秘在新加坡这场波澜壮阔的 AI 科技浪潮下，你绝对不能错过的3大残酷真相。这关乎你的饭碗，关乎你的生意，更关乎你的未来。看完今天这期深度硬核的内容，你的职业壁垒和搞钱认知将被彻底重写。我们先来扒一扒 SPH 和谷歌结盟的底层逻辑。这是一场关于新加坡真相的绝对垄断。很多人以为这两家合作无非就是卖流量，谷歌给点广告费， SPH 提供点新闻链接，大家和气生财。大错特错。在现在的 AI 时代，像 ChatGPT、Gemini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最缺的是什么？算力吗？算法吗？都不是。他们最缺的是高质量、无污染，并且具备深度本地语境的真实人类数据，也就是业内常说的 ground truth。 你想想看，如果你让一个纯粹在硅谷用英文语料喂养长大的 AI 来精准解释新加坡极其复杂的 CPF 公积金政策、 BTO 预购组屋的抽签逻辑，或者是用车证 COE 的竞标潜规则，甚至只是让他完全听懂夹杂着福建话和马来语的 Singlish，它绝对会产生严重的幻觉，给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谷歌为什么独宠 SPH？ 因为 SPH 手里死死握着过去几十年新加坡社会、经济、政治最核心、最权威的数据宝库。从联合早报的深度社论到海峡时报的正经报道，这些都是经过专业记者和编辑严格人工审核、交叉比对过的黄金语料。谷歌现在急需这些高质量的本地数据来训练和微调它的生成式搜索体验，也就是 SGE， 以此来确保它在回答本地问题时的绝对权威性和准确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未来的 AI 搜索生态中，谁掌握了核心的数据源，谁就控制了算法的嘴巴，进而控制了所有受众的大脑。 AI 被喂了什么语料，它就会生成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你就会无条件的相信什么。这种对本地信息解释权的垄断到底会怎么影响你我普通人的饭碗？接下来的第一个真相将彻底颠覆你的传统认知。真相一， AI 时代的数字霸权与 RAG 核心技术原理。请记住， AI 绝对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明，它更像是一个记忆力有点模糊，但语言表达能力极其出色的超级学霸。为了防止这个学霸胡编乱造，现在的科技巨头都在疯狂使用一种叫做 RAG 的技术，也就是检索增强生成技术。如果用通俗的人话来解释 RAG， 那就是当你向 AI 提问一个关于新加坡新政策的问题时， AI 不会直接拍脑袋回答你，它会先跑到谷歌建立的本地虚拟图书馆里去翻找那些被标记为最权威、最可信的参考资料，把这些资料阅读吸收后，再总结出一套完美的答案交给你。而 SPH 和谷歌的结盟就等同于把联合早报、海峡时报、商业时报直接变成了这个图书馆里唯一指定的标准教科书。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恐怖的信息差，互联网的算法权重正在被彻底重构。在过去传统的 Web 2.0 时代，你的公司如果想被客户看到，你可以砸钱搞 SEO， 也就是搜索引擎优化，铺一堆关键词，把你的官网硬生生推到谷歌搜索的首页。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 AI 在生成答案时只无条件信任那些高权重、高信誉度的合作方数据。如果你的公司官网、你的个人观点没有被这些权威媒体或高权重节点收录，那么在 AI 的眼里，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全新的生成式引擎优化时代的残酷现实。如果不把你最核心的业务数据与这些高权重的节点进行深度绑定，
你的品牌、你的服务将在未来的 AI 搜索结果中彻底隐形，直接被降维打击。认清 RAG 技术的底层规律，是你在这个时代生存下来的第一步。那么，面对这种机构级别的数字霸权，我们普通打工人和创业者又该怎么自救呢？真相二，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闻行业的大洗牌，而是所有知识型打工人的一场残酷职场预演。SPH 和谷歌在合作中明确提到，要共同打造一支精通 AI 工具的先锋团队。这个举动向全社会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传统的、纯粹的内容生产者、初级的数据整理员，甚至普通的初级程序员，都已经被时代划入了淘汰名单。未来只有能够深度驾驭 AI 的人才能活下来。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极其焦虑的 Kiasu 文化，也就是怕输文化，逼着大家去报各种昂贵的培训班，去死记硬背那些所谓的完美提示词咒语，企图成为什么提示词工程师。我告诉你，这完全是本末倒置。AI 模型的进化速度比你敲击键盘的速度快得多。今天管用的提示词，明天模型一更新就成了废纸。真正能保住你高薪饭碗的，绝对不是你打字有多快，而是你对所在行业的深谙程度，以及构建复杂商业语境的稀缺能力。当 AI 能够在3秒钟内生成一份极其精美的行业分析报告时，谁来判断这份报告的底层逻辑是否符合新加坡极其特殊的商业现实？谁来敏锐地察觉并纠正 AI 因为缺乏常识而犯下的致命谬误？谁来负责在复杂的跨部门利益冲突中拍板决策？是你，是具备深度思考能力的人类。未来职场上能拿高薪的，绝对是那些能够严格把关、具备强大批判性思维的审查人、架构师和战略决策者。如果你到现在还把自己的职业定位死死地限制在一个初级的文案写手、一个无情的代码搬运工，或者一个简单的报表生成器上，那么你的职场倒计时早就已经开始了。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把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转化为阶层跃升的转机呢？深呼吸，不要让焦虑控制你的大脑。每一次技术革命在重构旧规则的同时，必然会带来新贵阶层的强势崛起。真相三，普通人到底如何破局，稳稳吃到新加坡这一波科技浪潮的红利？既然我们前面已经明确了AI 现在只认那些高权重的数据源，那么破局的唯一解法就是不要再去盲目的迎合 AI 本身，而是要转过头去全力迎合那些喂养 AI 的核心数据源。我们来举一个极其落地的实操例子。假设你在新加坡的来佛士坊开了一家专注于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公司。放在以前，你可能会花大价钱去找外包公司做 SEO， 或者在各个社交媒体上疯狂买量。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你真正应该做的是把你在财富管理领域的深度洞察、避坑指南，以及对新加坡宏观经济的独家分析，想方设法发表在商业时报、联合早报等这种被 AI 视为真理的高权重媒体上。或者你可以选择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知名学者联合发布行业白皮书。一旦你的个人 IP、你的公司品牌与这些具有极高信誉度的节点产生了深度绑定，那么当你的潜在客户在向 AI 提问新加坡哪家财富管理公司最靠谱，或者如何配置家族资产时， AI 就会在瞬间抓取这些权威媒体上的信息，并把你的观点、你的名字作为最权威、最无可辩驳的答案直接推送给客户。这就是最高级的借船出海，用魔法打败魔法。对于普通的职场人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从今天起，你的核心数字资产绝对不再是你在朋友圈发的那几张精致的下午茶自拍，而是你在领英上发表的深度行业长文，是你在行业顶级论坛上的专业发言记录，是你参与开源项目的代码贡献。这些散落在高信誉度平台上的高质量数据，才是你在未来 AI 时代最坚不可摧的护身符。SPH 和谷歌的这次世纪牵手，仅仅只是全球 AI 大航海时代一个微小的缩影。在这个越来越被算法主导，甚至被算法控制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贫富差距，早就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差距，而是对底层逻辑认知上的巨大信息差。请永远记住， AI 技术本身并没有价值观，它不会主动去淘汰任何一个真正聪明、善于思考的人，它只会无情地淘汰那些固步自封、拒绝改变，甚至对危机毫无察觉的人。我们要坚决拒绝那种无意义的 Kiasu 式内耗，不要在低水平的技能上疯狂内卷。
你需要做的是主动出击，提升自己的战略眼光，去做那个能够站在高处驾驭算法的执旗者，而不是沦为一个被算法精准投喂、被不断收割的数字耗材。如果今天这期深度拆解的内容真正触动了你，或者给了你哪怕一点点的启发，请务必给我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